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岩崎一郎先生的著作《30天让人生开始顺利运转的大脑习惯》。这是一本非常推荐给想要了解如何使用大脑才能变得更幸福的人阅读的书。一直以来，说到大脑，人们往往关注的是掌管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与记忆有关的海马体，以及参与动机和奖励机制的多巴胺神经细胞。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在过去研究相对较少的大脑部位中，竟然隐藏着决定人是否能够幸福而充实的生活的关键。其中一个重要的部位，便是被称为岛皮质的区域。岛皮质位于大脑深处，被其他脑区覆盖，因此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太多关注。但实际上，岛皮质连接着大脑的多个区域，通过锻炼这里，可以让整个大脑更加均衡协同的运作。当岛皮质被有效激活时，大脑原本具备的潜能就能被充分引导出来。科学研究也逐渐证实，这正是让人生变得更幸福的重要关键。如果能将书中介绍的方法付诸实践，像每天刷牙一样，把锻炼大脑变成一种日常习惯，培养属于自己的大脑保养习惯，那么当这种习惯逐渐成型时，你一定会发现，人生正在悄然向好的方向转变。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第一，尝试使用与平时相反的大脑方式；第二，为什么充满活力的问候对大脑有益；第三，通过洗碗练习正念；第四，通过敬畏体验让人生好转。首先是第一部分，尝试使用与平时相反的大脑方式。如果想让人生变得更顺利、更幸福，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却又容易被忽略的观点：尝试使用与平时相反的大脑方式。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一种观念是，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只要成功就会幸福。也就是说，先付出，先忍耐，先完成目标，幸福应该是在最后才出现的奖励。但今年的脑科学研究却发现，这种认知顺序其实并不完全正确。真正更有效的顺序是，如果你想变得幸福，就要先让自己处在幸福的大脑状态之中。换句话说，不是做到了所以幸福，而是先幸福，反而更容易做到。当然，完成目标后获得满足感和喜悦感是真实存在的，但如果只把幸福寄托在未来某个条件达成之后，那么在那之前的漫长时间里，大脑往往会长期处在紧张、焦虑、匮乏的状态，而这样的状态恰恰会降低人的判断力、创造力和协作能力。相反，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让自己保持相对积极、稳定、安心的心理状态时，大脑反而更容易进入高效运转的模式。研究表明，幸福感较高的大脑在解决问题、与他人合作、面对挑战时，表现往往更好，尤其是在需要与他人配合、沟通、互相支持的情境中，这种效果更加明显。那么，如何才能让大脑进入这样的幸福状态呢？作者给出的关键词是感恩。这里所说的感恩，并不只是别人帮了你，所以说谢谢这种事件发生后的短暂情绪，而是一种日常持续存在的心理姿态。比如，感谢今天依然平安的醒来，感谢还有可以说话、可以依靠的人，感谢阳光、空气、季节的变化，感谢哪怕是很普通却依旧在运转的日常生活。这是一种对活着本身的感谢，也是对人生积极面保持觉察的能力。作者将这种状态称为普遍性的感恩，而且感恩的对象并不仅限于人类，它也可以指向自然、动物、无生命的事物，甚至是那些看不见却在默默支撑我们生活的存在。当人开始频繁地产生这种感恩之心时，大脑中负责情绪整合与自我感知的区域会被激活，整体脑功能开始呈现出更加协调、平衡的状态。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与感恩密切相关的重要情感——利他之心。研究发现，当一个人产生希望别人过得好，想为他人做点什么的情感时，
大脑的活性会明显提高，人也更容易感受到内在的充实与安定。也就是说，幸福并不是拼命向外索取，而是在向外给予的过程中，被自然唤醒的状态。如果你真的希望人生变得更顺畅、更轻松，也更有力量，那么不妨从今天开始，试着不再等待条件成熟后再幸福，而是先让自己的大脑进入一个温和、感恩、开放的状态。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为什么充满活力的问候对大脑有益？我们的人脑天生带着一种倾向，这在脑科学中被称为负面偏向。简单来说，负面的信息比正面的信息更容易被注意到、记住、反复回想。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刷新闻的时候，事故、冲突、丑闻、危机总是比温暖、积极的消息多得多。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真的充满了坏事，而是因为负面的内容更容易抓住人的注意力，也更容易让人产生情绪反应。对媒体来说，被看见本身就是目标，于是负面新闻自然更容易被放大。但这种现象的根源其实并不在现代社会，而是在远古时代的人类生存本能中。在原始社会，当人类还生活在洞穴、荒野之中时，对危险的高度敏感恰恰是活下来的关键。如果你能比别人更早注意到猛兽的脚印、草丛的异动、空气中的异常气味，你就更有可能避开危险，保住性命。正因为如此，人类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机制，优先处理威胁、风险、负面信息。从生存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常聪明、非常有用的设计。但问题在于，时代已经变了。当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信息高度密集、负面刺激不断的环境中时，这种本来用于保命的系统，反而会让大脑长期处在紧绷、警戒的状态。久而久之，人就容易感到情绪低落，容易疲惫，动力下降，对未来缺乏信心。从大脑的角度来说，这相当于一直踩着刹车，却又想让车跑得更快。那么，有没有办法减轻负面偏向的影响，又不否定负面信息的存在呢？答案是有的，而关键就在于让大脑学会同时看见正面和负面，而不是被负面完全牵着走。这里作者特别提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大脑区域——左脑的布罗卡语言区。这个区域主要负责语言的生成与表达，也就是当我们开口说话时，这个区域就会被激活。研究发现，当布罗卡语言区活跃时，人的大脑更容易保持整体的平衡状态，既不会被负面信息完全吞没，也不会一味逃避现实。换句话说，语言的启动本身就是在帮大脑重新分配注意力。而在所有语言行为中，最容易、最自然，却又常常被忽略的，就是问候。为什么问候这么有效？因为问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通常发生在毫无对话基础的情况下。你和对方本来是沉默的、陌生的，甚至彼此没有任何互动，但就在那一刻，你突然开口说了一句“早上好”“你好”“辛苦了”。正是这种从0到1突然启动语言的瞬间，会强烈激活布罗卡语言区。这也是为什么越是有精神、清晰、主动的问候，对大脑的刺激效果就越好。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一句看似再普通不过的话“谢谢”。作者特别指出，谢谢其实是一个极佳的语言启动练习。长期来看，当一个人习惯性的多问候、多表达感谢，大脑就会逐渐形成不仅看见问题，也能看见好的部分这样的信息处理模式。这并不是强迫自己乐观，而是让大脑恢复到更全面、更健康的运作状态。你会发现，情绪变得更稳定，对于世界的感受也慢慢变得柔和。有精神的问候，并不只是对别人好，它更是在悄悄照顾你自己的大脑。接下来是第3部分，在洗碗中练习正念。
把日常变成滋养大脑的时间。一提到正念觉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盘腿打坐、闭眼冥想、呼吸练习。但作者指出，正念并不一定要通过冥想才能练习。事实上，我们每天都会做的很多日常行为，本身就可以成为极好的正念训练。而其中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容易上手的例子，就是洗碗。作者在书中介绍了美国犹他大学进行的一项实验，研究人员让学生参与洗碗任务，并将他们分成2组。第一组像平时一样洗碗，第二组在洗碗时刻意运用正念。对第二组学生，研究人员给出的指示并不复杂，只有一个核心要求：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此时此刻。具体来说，就是感受水流接触皮肤的温度，体会洗洁精的气味，注意手与碗盘接触的触感，专注当下的动作本身，不是一边洗碗一边想着等下还要做什么，也不是把洗碗当成必须尽快完成的麻烦事，而是把洗碗这件事本身当作体验的对象。实验结果非常有意思，与普通洗碗组相比，运用正念洗碗的学生在短短时间内就出现了明显变化，心情更加平静，情绪变得更积极，内心的杂念减少，对时间的感受变得放松。尽管洗碗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普遍感觉时间仿佛慢了下来，内心出现了一种从容宽裕的感觉。而作者指出，这种状态其实正是进入心流状态的入口。心流状态是一种放松却高度专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并不会觉得自己很辛苦，却能高效地完成事情，注意力自然集中，行动与意识高度统一，仿佛人和正在做的事融为一体。很多人会在创作、运动、演奏、学习时偶然体验到这种状态，并把它当作状态特别好的一天。但实际上，心流并不是天赋，而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能力。而正念正是进入心流的重要通道。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如果把洗碗、打扫、整理单纯当成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我们的大脑就会处于抗拒、敷衍的状态。但如果换一个视角，把这些日常行为当成一次次正念训练，当成在磨练大脑的机会，事情就会发生变化。不需要额外挤时间，不需要学习复杂技巧，只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时，多一点觉察，少一点逃离。当你开始这样练习，你会发现心更容易安定下来，情绪不再那么容易被拉走，在需要专注的时候，更容易进入顺畅运转的状态。久而久之，你的大脑就会变成更容易进入心流的大脑。也正因如此，作者建议，从今天开始，不要轻视任何一件日常小事，洗碗、打扫、整理、收拾，都不只是把事情做完，而是一次次温柔而有效的正念练习。接下来是第4部分，敬畏体验让人生好转的脑科学。在脑科学的世界中，当人面对大自然或浩瀚宇宙的广阔、悠久与壮丽时，内心会受到震撼，感到人类是多么渺小的存在，并由此涌现出深深的感恩之情。这种感动的体验被称为敬畏体验。你是否也曾在看到雄伟的高山、大海、森林，或满天繁星的夜空时，产生过这样的感受呢？当人经历敬畏体验时，学会放下自我执念，自然地产生想为社会、为他人做些有益之事的想法。此时，大脑的活性会比平时高出几十倍，有时甚至达到上百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表明，敬畏体验会引发自己是被生命所滋养、被世界所支撑的感觉，并显著增强人的谦逊之心。而当人变得谦逊后，就能与他人建立更平等的关系，也更容易意识到，正是因为周围人的协助，人生才得以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人们也会对他人及自然的力量产生深深的感激之情。此外，敬畏体验还会对身体产生积极影响。
血液检测发现，作为身体炎症指标的，血中蛋白质浓度会下降，而减少慢性炎症，有助于延长寿命。近年的研究发现，不仅是大自然，在其他情境下，大脑也会进入与敬畏体验相同的状态。例如，阅读或观看德行高尚之人的非虚构作品，当内心受到震撼时，这同样是一种敬畏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能不断积累这样的敬畏体验，人生也会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变。这一点正是脑科学所揭示的。到这里为止，我们介绍的这些磨练大脑的习惯，是一种让大脑整体均衡运作的训练。每一项看起来都非常微小，但作者认为，正是这些点滴的积累，最终会极大地改变人生，并吸引美好的运气。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一直渴望成为的状态，在不知不觉中，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这与平时我们在心中描绘什么样的画面密切相关，尤其是无意识中浮现的影像，具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力。如果不断在心中想着并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人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朝着那个方向行动，结果也可能将其现实化。无意识的影像通过反复出现而强化行为，最终引导人生走向那个方向。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希望以积极、感恩以及想为他人带来价值的心态来运用大脑。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